倒要去那座古城，看一看敌人到底是什么来头。石浩心中悲痛，为朋友们立下坟墓，默默祭拜后，他毅然转身离去。在前往古城的途中，石浩经历了无数诡异与危险。一块破烂兽皮突然发光，射出金色针芒，威力震世，连天神也难以抵挡。他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仙古大战中某位仙王留下的残皮。接着，他又遇到了会动的古坟，里面流淌着鲜血，试图将它吞没。这些古坟中埋葬的都是3000州的年轻天才，无一生还。石浩继续前行，途中遇到了一对身着铁衣的高手，他们骑着猛兽，气势彪悍。然而，当石浩表明来意后，对方却突然出手，试图镇压他。石浩果断反击，斩杀了对方几人，却发现这些人都像是死士，毫不畏惧死亡。紧接着，一群黑衣人乘着血色古兽赶来，个个都是天神境强者，气势汹汹地指向石浩，下令杀他。石浩不解，距离古城不远了吗？这些人怎么出手对付他？他们实力强横，气息冷冽，一看就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，每一个都拥有远超常人的搏杀经验和可怕的战斗力。他们如同天神中的狼群，是真正的死神，令人悚然。可是石浩并非一般人，他经历丰富，亲手斩杀的天神不计其数。面对这群强敌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背后冲起上百根晶莹的柳条，散发出黄金光芒，快速向前冲去。同时，他右手紧握大罗仙金剑，力劈而下。石浩的战斗经验丝毫不逊色于对方，敌人毫不畏惧，纷纷驾驭坐骑，发动了死亡重创。为首的中年人披头散发，手持一杆血色大戟，气势汹汹地力劈而下。他的身边，其他几人也都骑着巨大的坐骑，散发着野性和血腥的气息，施展秘法，试图击杀石浩。石浩的上百根金色枝条在闪电交织中舞动，发出炽盛的光芒，成功抵住了敌人的攻击。这片大地虽然古老，但古代法阵的保护使得它并未轻易崩塌。石浩惊讶地发现，这些法阵上的符号并非这一纪元的古文，而是上一纪元的神秘道符。在激烈的对决中，石浩手持大罗仙剑，如同猛虎般冲向那个头领。两人兵器碰撞，火星四溅。石浩的剑胎无坚不摧，但对方的血色大戟却异常坚韧，上面刻有教主级符文，曾被大人物祭炼过。石浩的轮回符文虽然强大，但对方的大戟依然顽强抵抗。经过一番激战，石浩凭借强大的剑术和轮回符文，终于将对方的大戟斩断。那个头领虽然经验丰富，但在石浩的攻势下也不得不后退。他试图用先天精气阻挡石浩的剑胎，但石浩的剑光太过强大，最终突破了他的防御。在最后的关头，那个头领燃烧肉身，试图保护自己的元神逃脱。然而石浩的剑光无情地扫过，他的头颅被斩落，元神也未能逃脱，化为一片血雾。石浩的胜利让旁观的众人感到震惊，他们难以置信，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尚未达到天神境，却能展现出如此恐怖的战力，绝杀了他们的头领。石浩自己也颇为吃惊，他意识到自己在圣迹之后实力已经比肩天神，再加上自身的3道仙气和雷劫的洗礼，他的战斗力在同境界中堪称顶尖。然而对手的顽强抵抗也让他感到意外。石浩的对手们并未因此退缩，反而更加凶狠地祭出斑斓彩石，试图布下强大的阵法将他绝杀。但石浩岂是一羽之辈，他瞬间展现出鲲鹏翅，将速度提升到极致，同时动用各种宝术展开血腥的追杀。他接连喝问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来头，为何要对他出手，但对方却一语不发，只是疯狂地攻击。石浩毫不留情，大开杀戒，将这些敌人一一斩杀。他发现这些人的眼睛异常血红，与他在梦回仙谷时见到的那些诡异眼睛极为相似，这让他心中杀意暴涨。他强忍着怒火，捉住一人，试图探寻其元神，但对方却直接自爆元神，差点伤到他。石浩不再留情，将这些人全部击毙。战斗结束后，石浩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接近了那些强大的敌人。他回想起仙谷时期朋友们的陨落，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怒。他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接近了边荒，那些强大的敌手是否已经闯关成功。他甚至担心边荒已经被破，天下即将陷入大乱。石浩心中充满了不安，但他没有选择退缩，而是决定继续前行，去探查禁区深处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数日后，他终于来到了一片奇异之地，远远地看到了地平线上的一座巨城。这座城池恢宏浩瀚，气势磅礴，宛如一座黄兜。石浩神色凝重，他知道这座城池就是他此行的目标——古城。他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决心要揭开真相，为自己的朋友报仇，也为即将到来的乱世做好准备。石浩的心中波澜起伏，猜测这里是否就是太古时期签订盟约的地方，是否临近边荒，是否是这片区域的最边缘地带。他深知这片区域自古以来便是必争之地，无数英杰曾在此出没，无数往事值得追思。而如今那些敌人的后代依然存在，甚至最原始的敌人或许还活着，他们正是从边荒过关的。
石浩想要接近这座城池一探究竟。平原上古木稀疏，每一株都高大如山。他靠近城池，发现城中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然而他很快注意到一队人马从城中冲出，似乎发现了他的存在。幸运的是，这些人马转向了另一个方向，石浩这才松了口气。他看到城中的人修为参差不齐，既有强大的天神，也有弱小的尊者，这让石浩感到意外。因为按照他的猜测，无论这座城是否攻陷，都应该有大量强者守护，弱者很难在此生存。然而他很快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魔女。她正在城中悠闲地溜达，似乎并不担心什么。石浩没想到她会出现在这里，居然还比他更早到达这里。魔女好像察觉到了石浩的存在，突然转过身，朝着他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扭着小蛮腰，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过来。石浩心里一惊，赶紧想沿着原路溜走，可魔女已经传音过来：“那小子，别躲了，我早就看到你了。”石浩没办法，只能停下脚步，看着魔女走了过来，满心疑问。魔女一过来就调侃石浩：“喂，没看过我吗？发什么呆呢？跟个木头一样杵那儿。”石浩忍不住问他：“你是不是投敌了？”他自己其实也不太相信，但魔女出现在这里，实在让他意外。魔女却直接奚落他：“你说什么呢？乱七八糟的，你才投敌呢！”石浩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想错了，这座城根本就没被攻克。他赶紧问魔女：“你怎么比我先到这儿的？”魔女斜睨着他，挑衅地说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，修出3道仙气，结果还落在我后面？不服气吧？这就是现实，你还差得远呢。”石浩被他一顿抢白，心里有点不服气，但也确实有点疑惑。魔女接着说：“我被3大至尊送到前面去了，自然比你快。”石浩还是不信，他觉得3大至尊最多能把人送到100万里之外，自己走了这么久，肯定比那远多了。魔女却告诉他：“我落脚的地方有个古传送阵，直接就到了这儿。”石浩听了这话，心里嘀咕：这太不公平了，自己一路上历经艰险，魔女却轻轻松松就到了。他忍不住问魔女：“你怎么发现我的？”魔女得意地说：“因为你太弱了，我要找你，分分钟的事。”石浩听了这话，气得牙痒痒，但还是忍不住追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魔女这才解释说：“你身上有座残塔，我身上有颗石珠，他们俩认识，所以感应到了。”石浩听了这话，心里有点惆怅。那座残塔和柳神早就离开了，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，是不是还在战斗？他很想再见到他们，但知道现在还不可能。魔女接着说：“你在城外鬼鬼祟祟的，不敢进去。”石浩反驳道：“我哪有鬼祟，我这是在观察情况。”魔女却不买账，继续调侃他。石浩从魔女那儿得知，这座城虽然很特别，但并不是他们要找的那座巨城。他惊讶地说道：“禁区里还有这么多古城？”魔女告诉他，这种古城确实不多，但真正的那座巨城比这儿还要大上100倍，气势磅礴，像是一座天地之城。石浩这才明白，原来自己离真正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。魔女还告诉石浩，这座城是那些绝代高手的后代居住的地方。石浩恍然大悟，既然找到了这里，离真正的巨城肯定就不远了。他好奇地问魔女：“那你为什么还不离开？”魔女告诉他，这片区域有个传说中的机缘，一枚麒麟蛋。石浩一听，立刻紧张起来，纯血麒麟。魔女点头说：“没错，最近经常出现异象，很多人看到一头白色的小麒麟在虚空中幻化。”石浩一听这话，心里就坐不住了。他想起梦回仙谷的时候，那个小女生怀里就抱着一只白色的小麒麟。他赶紧和魔女进城，路上还告诉她自己之前被一对强者劫杀的事情。魔女也吃了一惊，她知道现在边荒的局势越来越复杂了。进了城之后，石浩和魔女都暂时住下，开始寻找麒麟蛋的线索。城里的修士们都在寻找麒麟蛋，因为那头小麒麟的异象频繁出现，大家都想得到它。石浩心里清楚，这麒麟蛋绝对不能让6冠王得到，不然肯定会有麻烦。2天后，石浩也看到了异象，远处的山川中瑞光闪烁，一头栩栩如生的白色小麒麟出现了。石浩看到这一幕，心神俱震，这分明就是他在梦回仙谷时见过的那只小麒麟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小麒麟的声音在他心里响起：“我怎么看着你有点眼熟？”石浩激动地说：“我们不久前才见过啊，你没死，活下来了。”小麒麟却反驳道：“胡说，我沉睡了无尽岁月，怎么可能见过你？”石浩赶紧解释道：“梦回仙谷，我们在南海紫竹林见过，你被一个少女抱在怀里。”小麒麟听了这话，惊叫起来：“什么？是你？你居然就在这一世！”小麒麟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，无比伤心地说：“我在等了无尽岁月，等着他再出现，可是他不见了，永远也没有来找我。”听着小麒麟的呜咽，石浩心中一颤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思考自己那段奇妙的经历是否真实。他曾亲眼目睹皇女、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，还有那个怀抱小麒麟的少女，一个个倒在血泊中，那种无力感和遗憾一直萦绕在他心头。如今
小麒麟的出现让一切得到了证实。10号的眼睛发酸，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悲痛。他真的曾经神游仙谷末年，结识了一些朋友，可他们的结局却如此残酷。10号心中燃起一股战意，他要奔赴战场，为那些朋友报仇。他告诉小麒麟：“别哭了，跟我走吧，边荒要乱了，我带你去杀敌。”然而，小麒麟却坚决不肯离开，他坚信那个少女会回来找他。10号叹了口气，他被小麒麟的忠诚和重情义所感动，但也知道现实是残酷的。他告诉小麒麟，那个少女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小麒麟却反驳说：“既然10号能梦回仙谷，为什么那个少女就不能再现人间？”10号沉默了，他意识到自己忽略了6道轮回仙王的法力，也许真的有可能做到。小麒麟告诉10号，他是被人撕开空间传送走的，被葬在一堆不死物质中，沉眠万古，直到最近才醒来。这让10号惊愕，不死物质是天地间许多大人物都在寻找的东西，它可以保命，甚至让人另类不死。小麒麟还告诉10号，他身上有一件仙骨秘宝，能让他隐藏起来，别人找不到他。最后，小麒麟留下一句话：“我要等他，等着他回来，再现人间。”这让10号感到惆怅和迷茫。他觉得小麒麟的等待可能只是徒劳，但这世间本无轮回，小麒麟是否只是活在自己的梦中？不过10号也在期待，如果小麒麟真的等到了那个少女，或者上一纪元的其他生灵，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转机。10号回到城中，发现其他人也都回来了，他们都没有找到小麒麟的踪迹。城中的人越来越多，因为麒麟出事的消息传开后，许多强大的修士都赶了过来，希望能捉到那只幼崽。魔女问10号是否在乎小麒麟，10号告诉他，他们应该赶紧去边荒的地城，不要忘了来这里的初衷。10号没有提及自己与小麒麟的交流，因为这实在太过惊世骇俗。魔女出乎意料的果断，决定和10号一起离开，去边荒寻找那座城。两人离开巨城，向着禁区更深处进发。然而，当他们离开数万里后，一群强者追了上来，他们的眼睛猩红，带着滔天杀气。10号意识到禁区深处出了大问题，许多强者都被侵蚀了。那群强者中，一个头领阴冷地盯着10号，问他是否杀了第19队人马。10号承认了，但同时也意识到这些被侵蚀的强者并不好对付。那头领告诉10号，这片禁区中他将寸步难行。然而10号并不畏惧，他告诉对方尽管出手试试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石山军列露出一座血色祭坛，那群强者开始吟诵咒语，以天神血洗礼祭坛，试图献祭。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祭坛上传来：“是谁在呼唤我？可以让我本体过去了吗？”10号和魔女都意识到情况变得极其严重，这些强者试图请动边荒那一边真正的生灵降临。石山突然皲裂，一座血色祭坛缓缓浮现，让人不寒而栗。祭坛上传来一个懒散的声音，带着一种要挟的感觉。那群人马齐声喊道：“拜见大人！”他们的眼睛更加赤红，像是被鲜血染过一样。10号震惊不已，他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这样的祭坛。很明显，他连接的不是3000州，而是可怕的边荒那一端。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这片土地，仙谷纪元就是被那些敌人葬送的，而这一次他们又卷土重来了。10号心中一凉，他还没有准备好，还不曾真正崛起。那些当年的强者如今都不在了。魔女也神色凝重，收敛了平日的嬉笑，变得如同一尊冰冷的女魔神。她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，血色祭坛早已建好，对面的人可以借此过来。一旦进攻，祭坛成片，大军无数，光想一想就让人头皮发麻。10号出手了，抬手就是柳神法，一道金色柳条飞出，化作秩序神链，冲向祭坛，试图将其瓦解。然而祭坛上的人却懒洋洋地说道：“本座在此，何以敢放肆？”祭坛发光，撑起光幕，挡住了10号的一击。这是一座可以自我守护的法阵，防备别人攻击。魔女也出手了，抬手间10根手指皆发光，射出一道又一道红芒。这是劫天术，她直接动用了镇蛟宝术。不过她并没有攻击祭坛，而是杀向那些铁骑。当场就有一人被她击杀，血花溅起。魔女很平静，也很从容，展现出她女修罗的一面。诡异的是，死去的天神的血液全部流向了祭坛，哪怕魔女阻止，将之震碎，血雾依旧涌动，没入祭坛。那个头领喝道：“杀了他们！”这群人虽然不敌，但却悍不畏死，他们的灵魂早已被侵蚀，彻底堕落与魔化。10号和魔女联手，全力攻击这些人。他们虽然凶悍，但依旧不敌。随着一颗又一颗人头落下，10号和魔女将他们的精气炼化并收走，不让他们被祭坛吸收。然而祭坛上的人却笑了：“不错啊，这么快就解决了战斗，是可以让我见猎欣喜的对手，应该不会比仙谷那帮所谓的年轻至尊差多少吧？”10号冷声道：“有本事就过来。”祭坛上的人却寒声道：“蠢货，你求死吗？”与此同时，祭坛发光，发出赤色闪电，刻图复苏，上面刻着3000州的各种生灵图，全部跪伏朝拜。祭坛上出现了一个生灵，被黑色金属甲胄包裹，透发出狂霸的气息，撕裂天穹，震塌大地。
他自语道：“我老木是万古以来第一个重新君临这片大地的强者吗？”这句话透露出很多信息，那个世界还没有真正的人过来，他很有可能是第一个。祭坛摇动，血色霞光闪烁，他在皲裂，似乎要毁掉。老木大叫：“不！”他的身影在暗淡，即将消失。很明显，这个祭坛还不算圆满，不然那一边早就大举进攻了。然而，一道又一道血色雾霭出现，祭坛重组出老木的身影，只不过甲胄变成了血色。他自信而强大，冲向10号，道：“来吧，让我看一看，你们两个有多强，我只有少许力量。”他一步一步走来，俯冲而下，冲向10号。10号出拳，一拳金光万丈，迎向天空。两人撞击在一起，拳与掌碰撞。10号冷笑，再次出手，以一种大人教训孩童的姿势，劈头盖脸的压了下去。老木被震得暗淡，毕竟不是真身。老木一声断喝，眸子发光，化成2颗星辰，一颗太阴，一颗太阳，整个人迸发出一股奇异的气息。那是2枚仙种，阴阳抱手，化成一片小宇宙，直接镇压而下。10号冷笑，破开小型宇宙，让星辰熄灭。老木受伤，被10号一指点爆眉心。这一战结束，祭坛再次摇动，老木的真身出现，但依旧不稳定。魔女祭出10珠，轰向祭坛。那人变色，虽然在阻挡，但还是无法改变什么，都要过这一关。祭坛被击碎，老木口吐鲜血，被奇异力量冲击，看起来很衰弱。他寒声道：“来日，我真正君临那片天地，你们都活不了。”然而他还是太快了，10号追之不及。魔女冷声道：“你什么你？砸的就是你！”祭坛被毁，通路被堵死，一场大祸被暂时避免。10号和魔女没有停留，继续上路，向着那座所谓的天地之城进发。